我是 Mrs. Lee。今天邮轮带我去的系列，我们要讲葡萄牙位于北大西洋的亚述群岛中的圣米格尔岛，有听过吗？它跟意大利的 Milano 还有德国的 Berlin 相较之下，好像是一个比较冷门的地点，似乎比较不会是搭飞机要旅游的首选。不过这个岛上主要的产业是旅游业，真的不怪它，因为衰嘎。首先，邮轮在早上9点停靠在蓬塔德尔加达港口，大家有8个半小时的时间在这个岛上观光。接下来，邮轮公司一定会恨我把实话讲出来，因为如果你跟邮轮公司购买岸上观光行程，造访其中2个我们去的景点，2位大概就要喷300元美金。所以我们选择了租车，总共去了6个景点，花了块租车费。下船后，我们直奔租车公司，迅速拿到车之后出发。分秒必争，就怕玩不够。第一，拿到车后，我们往西开，来到这个观景点，要欣赏岛上360度视野的全景。可惜啊，雾浓了点，要不然可以看到火山口湖泊、森林和大西洋，也可以同时欣赏到这个岛的北岸和南岸。天气好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看到这样如诗如画的美景。By the way， 邮轮公司并没有贩售这个景点的岸上观光行程，你只能靠自己。第二，我们继续往前开，来到这个万人迷湖景。虽然要走一点点路，不过很值得。天气好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色，是不是觉得人生充满希望？只是很可惜，这里常常有大雾。当天我们最清楚只能看到这样，隐约还能见到湖景，风也很大。第三，再往下开，来到这个火山湖景点，一次看蓝绿两湖的景色，上面是蓝湖，下面是绿湖，又美又协调，怎么可以？扯远了，跟政治无关，不要想歪。映入眼帘是这样的湖景，我真的是如痴如醉，感觉人生比上个景点更充满希望。拍了几百张都莫名叉腰的老派照片后，终于依依不舍地离开。我们往山下开，因为必须从不同的角度检视蓝绿两湖是不是可以一直都这么协调。就在这个感动的 moment， 勤俭持家的我想到了，我赚了130呢。因为如果你跟邮轮公司购买来看，蓝绿两湖的收费是每一个人65块。当然租车要花钱，我后面会说明我到底租车喷了多少钱。因此呢，我们2个有默契的带着上扬的嘴角继续往东开去。第4个景点，我们来到这个茶田，它是欧洲历史最悠久而且还有在营运的茶园之一。你们听听这个鸟叫声，再往远处看看这幅美景。前面就是大西洋的蔚蓝海面，我允许自己叹个气，感慨一下。你看这个像画吗？美得很像画，但是却也不像画。第5，我们来到这个网络上大推的观景点，果然美得让人词穷，已经不知道要怎么形容了啦。总之呢，心旷神怡外，还被电到晕晕的，美到无法自拔，衰嘎！这是另外一边的景色，这张证明我们真的有来，不是瞎扯的。看到这里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帮我按赞吗？谢谢。第6个景点，火湖。一开始雾蒙蒙的，熊熊想到啊，这不就是活脱脱的仙境吗？因此呢，我们在这里待比较久。当浓雾渐渐散开之后呢，看到是这样美不胜收的景色，内心激动瞬间满格，真的是不敢离开。接着我的嘴角又不自觉的上扬了，我想到如果是报名邮轮公司的行程来到这个景点，每一个人收费是80元。然后由于时间有限，西边跟东边的景点你只能择一，小孩才做选择，大人当然都嘛想要左拥右抱。然后我们就这样带着希望和微笑往港口的方向开去加油和还车。
这是沿途经过的景色，立马又被煞到，赶紧停车，疯狂按下快门。接下来我们还有1个半小时的时间去市区逛逛，再拍拍要 po IG、脸书低调向家人朋友炫耀的照片啊，不是，是报平安的照片。现在是傍晚5点左右。我们也逛了超市，买了当地的百香果汽水和葡萄牙的英式麻粉。这个吃起来甜甜的，有点嚼劲口感的面包，很像是我们台湾的小时候大饼。吃完差点飙泪，因为我吃的是回忆啊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租车到底喷了我们多少钱。租车花了我们42块半，含全险；加油花了14块半，总共花了57块美金。我们开车造访了6个景点，那其中2个景点如果是跟邮轮公司购买行程的话，要喷290元。那这样相减之下，我们不仅赚了4个景点，而且还省了230元，哈哈哈。Oh yeah！ 我不能说跟邮轮公司购买行程完全没有好处，这个呢值得我们花1集的时间详细说明。但是如果预算的确是一个考量，是可以考虑像我们这样自己计划。每个港口如果都能这样省，那是不是玩越多赚越大？最后我们上船了，要跟这个美丽的岛屿说拜拜。有机会我们会再回来这个水嘎的港口，重温它的美丽与魅力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帮我按赞吗？谢谢你们。